欢迎收看第656期武器大讲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为了设置一系列的阻隔带，用于阻隔越军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研发了一种可以大量进行空投的微型反步兵地雷。这种地雷体积小、成本低、部署效率高，一经推出就被大量的使用，乃至于如今还有许多没有被扫除掉。它就是绰号蝴蝶雷的美军 BLU-43 Dragon Tooth 极速地雷。BLU-43 龙牙极速地雷是专门为了越南战争中秘密的白冰屋行动而研制的。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收集有关北越物资和军队的情报，并阻止其战场机动。而阻断战场机动的手段之一，就是在必要的通道上面投放大量的地雷。当时美军出了非常多的空投地雷方案， BLU-43 龙牙微型地雷在当时的大量空投地雷方案中脱颖而出，并在1959年左右开始大量的生产服役。这种微型地雷外观尺寸非常小巧，由左侧的液态炸药容器、中部的引信部和右侧的空气阻力翼组成，外形神似蝴蝶，因此得到绰号蝴蝶雷。这种蝴蝶状的外形结构是为了在空投的时候降低落地速度和扩大散布范围而考虑的。毕竟外壳都是塑料的材质，如果直接自由落体的话，落地会受到很大的撞击，容易撞烂。另一方面，没有翅膀的地雷会非常集中，无法形成大范围的部署。通过加入右侧的塑料翼面， BLU-43 龙牙极速地雷可以在投放的时候增加阻力，利用空气阻力和风力对地雷做功，形成扩散降落以及减缓下落速度的效果。 BLU-43 龙牙极速地雷整体长度为75毫米，宽45毫米，重量20克。外壳是由较软的塑料制成，左边的外壳内部设计有填充孔，通过填充孔向内部填入液态的炸药，其成分是硝基甲烷和硝基乙烷的混合物。硝基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硝基化合物，室温下为无色油状、有微弱芳香气味的透明液体，有较大的极性，可燃有毒，具有爆炸性。硝基乙烷在许多方面与硝基甲烷相似，纯硝基乙烷在 NTP 条件下呈现为无色、具有水果味的油性液体。这两种混合物一共有9克，全部灌注在地雷左侧的液态炸药容器中。容器内部还设置有一个钝化剂胶囊，这个胶囊内部包裹着钝化剂，也就是综合剂，由铝制造外壳，顶部使用有机垫片密封。当地雷内部的免化剂与主装药混合之后，这个胶囊的密封垫片就会逐渐溶解，溶解一段时间破裂之后，就会释放出内部的钝化剂，使得主装药失效而不会发生爆炸。但是其效果并不是很好，本身也并没有改变引信的结构，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为止依然还有大量的 BLU-43 龙牙极速地雷，造成不少意外伤害。左侧液态炸药容器中与中心雷管之间有开口连通，通过弹簧带发活塞进行隔离。中心雷管由保险插销、铜帽、撞针、火帽、扩爆药和免化剂等组成，其中免化剂成分为奥氨基丙烷和甲醇。当保险片被拔掉之后，底部的带发活塞就在活塞环的驱动下缓慢上升，而这个上升时间大约为4分钟以内。完整上升到顶部之后，就会打开底部的开口，与侧面容器进行连通。此时免化剂与容器中的液态炸药原料进行混合，形成完整的液态炸药。这个时候地雷就会进入待发的状态。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的安全性，只有2种成分进行融合之后才可能处于引爆状态。当待激发状态的地雷受到挤压变形的时候就会爆炸。其工作原理为：左侧塑料容器受到挤压变形的时候，内部液态炸药会因为压强的作用推动管上部的可动活塞往上升，这个时候原本抵住机针的2枚钢珠就会左右分开，一般只需要承受5000克左右的压力就足够直接释放机针了。机针在上部弹簧的作用下释放，打击下方的火帽，从而引爆内部的扩爆药。扩爆药产生的爆炸直接引爆液态炸药，让整枚地雷爆炸。这便是 BLU-43 龙牙极速地雷的工作原理了。虽然装药量并不是很大，无法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是一旦被人踩到之后，其威力依然还可将触发者的脚部炸伤致残。单单这一点就可以达到阻断士兵机动的能力。再加上当时的投放是通过飞机大量投放的，一般情况下是将120枚 BLU-43 装入一个 CDU-2B 极速炸弹容器，然后再将40个 CDU-2B 装入一个 SUU-13A 极速炸弹散布器内，构成一枚完整的 CBU-37A 极速炸弹。因此一枚极速炸弹可以至少空投4800枚BLU-43 Dragon Tooth 极速地雷。空投任务往往不是一枚或者一架次投放，所以一个编队一次性的空投作战可以轻易的布下数万乃至10多万的微型地雷。
再加上这种地雷能够凭借风力散布在很远的地方，因此能实现大面积的部署。虽然 BLU-43龙压急速地雷在踩到之后大概率不会炸死人，但一踩到脚掌就会被炸裂，脚趾断裂，让人痛不欲生，并且还不能像正常的地雷那样可以有拆除的机会，堪称是一款非常不人道的恐怖杀器。甚至越战时期，很多地雷随着风飘散到平民所在的地区，因为是塑料制成的外壳，鲜艳的颜色和蝴蝶的外形会很容易被儿童捡起来玩，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小孩的脸、手、眼睛等等被炸伤，变成了当地儿童的梦。BLU-43龙压急速地雷于1970年停止生产，库存在1971年彻底耗尽。随后不久，苏联在对 BLU-43进行逆向工程后，制造了威力更大、尺寸更大的同款地雷，命名为 PFM-1，并大量的用在苏阿战争期间。在战后不被引爆的地雷也大量的遗留在战场上面，在今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这两个国家也拿出来了大量使用。然而，这种地雷在实战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至今为止，散落在各地的这类型地雷数不胜数，据悉全部扫清至少需要4000年的时间。战争往往是如此的残酷，只能期盼世界和平。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找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